天天吃豆腐，还有皮蛋瘦肉粥呢。哎，彩姨呀，你放了这么多猪肉啊！哎，以后啊，少买点就行了，少放一点，哎，很贵啊。这个连一块肉都不舍得吃的人，就是通晓百家武学的陶石林。蒙古的霍都王爷不惜重金请他教授武功，可他却从不在霍都面前展露高深武功，所教的都是些皮毛功夫。霍都怀恨在心，于是请来了2个扶桑高手，而这2人正是陶石林的仇家。得知此事，陶石林匆忙跑回家中，让彩衣赶紧关好门窗，自己穿上刀枪不入的护甲。爹，是不是有仇人追你啊？不是。你还骗我！这件牛衣宝甲这么贵，你平时不会穿的吗？陶石林让彩衣不用担心，他自有应对之策。可彩衣走后，他又担心起来，自己有宝甲护身，可彩衣却不懂武功。随即又在屋里屋外布下了机关。见父亲紧张成这个样子，彩衣更担心了。陶石林让彩衣放心，没有人能逃过我的天罗地网。说话间，他布下的铜铃就响了。陶石林拉着彩衣躲起来，只要他进入房间，必定会被这张大网困住。听到推门声，陶石林拉动机关，果然将来人网了个结实。爹，你抓错人了！竟然是张君宝。陶石林将扶桑人的事告知君宝，还吩咐君宝前去试探一下2人的武功。君宝一惊，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陶石林让君宝不用怕，他早有准备。说着就让彩衣将压箱底的宝贝拿了出来。这对乌金软甲制成的护腕，可断刀折剑，水火不侵。现在师傅只好忍痛送给你了。谢谢师傅。陶石林叮嘱君宝，扶桑人的功夫以刚为本，你千万不能硬碰硬，一定要以柔克刚。说着又传给了君宝一套拳法。现在开始教了，知道吧？清晨，张君宝就找上了扶桑人。宫本三郎有劈掌断木之能，一身硬功不容小视。君宝一招一式小心应对，一套以柔克刚的拳法行云流水。电光火石间，2人已交手数十回合，最终同时锁住了对方的手臂，战成了平手。这时霍都走了过来，想不到张君宝的武功又精进了许多。我这次遇到了真正的对手。让陶石林没想到的是，霍都和扶桑人不但没有对付他们，反而送来了聘礼。彩衣见状，当即追了出去。他和君宝情投意合，早已私定终身了。霍都正坐在轿子里得意之时，彩衣追了上来。小姨，我知道你一向对我们很好，我们非常的感激。彩衣表示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成兄长看待，期望你能收回聘礼。感情的事不能勉强。霍都让彩衣不要再说下去了。你走。回到王府，霍都越想越气。陶石林，你不传我武功就算了，现在我想娶你女儿，你竟敢从中破坏。你忍你对我不仁，也怪我对你不义。霍都当即叫来了2个扶桑人，你们和陶石林有杀父之仇，现在可以去报仇了。清晨，陶石林和彩衣正要吃饭，突然听到院子外面有动静，原来是2个扶桑人在挖坑，要在这个坑里和陶石林一决生死。傍晚，2人挖好了坑，破门而入，给陶石林送来了生死状。这一战避无可避，2兄弟联手之下，陶石林自知凶多吉少，他将一生的习武心得写成书交给君宝，还让君宝务必答应他一件事：你要替我照顾彩衣呀。深夜，扶桑兄弟率先跳入坑中，陶石林让彩衣先回去做饭，我解决了他们，要回去喝酒庆祝。话还没说完，2兄弟就招呼陶石林下来。飞身跳入坑中，与2兄弟站到一处。陶石林通晓百种武功，身手不凡，几番交手，接连重伤2兄弟。可拳怕少壮，数十回合过后，陶石林渐渐体力不支，被一人锁住，另一人从高处跃下，双脚直击要害。陶石林用烟斗穿透脚掌，一脚将其送回了老家，随即挣脱束缚，又将一人踢飞。2兄弟一死一伤。而此时陶石林的伤势也是无力回天了，他拿出一张银票交给彩衣，这些钱的利息够你后半生用了，还告诉彩衣一个秘密：我不是你亲生的爹。爹，你骗我，不会的。原来彩衣是陶石林在河边捡回来的，因为身上包裹着一块彩布，才为他取名彩衣。最后托付君宝照顾好彩衣，还对常玉春说了声对不起，因为他经常白吃常玉春的豆腐。说着喝下一口酒，便不行了。师傅，爹，你记得替我报仇。爹。陶石林一生吝啬贪财，但对君宝和彩衣却是恩重如山。君宝安顿好彩衣，便决定重返少林，因为以他现在的功夫，绝对不是扶桑人的对手。
他想请教空明师叔，用什么功夫才能打败扶桑的空手道？那这个贪恋酒肉的空明和尚又会教给君宝什么功夫来对付扶桑人呢？